欢迎收看《非诚勿扰青春记》，有请主持人孟非。大家好，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非诚勿扰》由好事发生观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上父母牵线，帮孩子寻觅一段好姻缘。海量优质资源，真实相亲平台，超1000万用户信赖。父母牵线，中国家长的放心之选。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来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之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日晚21点，会员抢先看。每周二、周四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非诚勿扰都将在抖音视频号、爱荔枝、微博4大平台准时同步直播，期待你的加入。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女大学生。长沙师范学院张淑晶，中国传媒大学陈怡维，广东海洋大学王诗怡，武汉纺织大学何思琪，四川师范大学陈玉溪，浙江传媒学院张清宇，渤海大学胡亚妮，南京农业大学田心，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姬玉，济宁学院骆妍欣，暨南大学张穗，四川大学吴月轩，西南民族大学马东科，北京理工大学林爱锦，华中农业大学武明星，山东聊城大学吴梦娇，宁波大学夏静璇，西南大学王树涵，哈尔滨师范大学石晓轩，南京艺术学院史萌，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李佳妮，山东工商学院江梦玲，南京农业大学陆雨花，浙江科技大学林静怡，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我是小林，我们又见面啦！愿今天的男大女大们都能撞出甜甜的美好啊！这个节目录的时间年头太长了之后啊，我的心里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个月来录节目啊，它不像是一种工作了，它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一部分。比如说，有点像朋友聚会，见面就聚会嘛，就得聊点什么，聊最近有部电影很火，《阿嬷的情书》，看过的举手。哇！小一半看过，你们两位我看了，都看了。我还没有，准备带娃一起去看。看过的分享一下吧。18号，因为我是在珠海嘛，然后在广东地区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排片特别多，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从电影的中间就开始一直哭，我觉得它里面的那种愁思和愁绪都是淡淡的，然后既然孟老师
和陈老师没看过，我就不剧透了。但是我想说，就是他有，没事，你透一点。好，那我就说一个我喜欢的一个片段。舒柔在写信给南枝的时候，他说到他在晚上遇到小偷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把全村的人都叫醒了，就相当于不顾自己的安危。然后南枝给他的回信有一句话叫做“谁言女子之肩膀不够伟岸，为母则刚，恰似你的模样。以后切莫孤勇，平安为要。”然后我就记得这句话特别清楚。一个是我在那个木生和舒柔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会那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然后再一个是我看到了，一个坚韧的女子南枝对另一个坚韧的女子的那种赞赏，还有对她的怜惜。我觉得就是这种情感之间的流动特别真挚。你也很厉害，看完电影过目不忘，把那个信给背下来了啊！就这里有一个哈，这个信我也很爱看啊。他说：“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既已知足。”就是有好多，后面还有一些来信是那个女生替他写的，然后你会觉得两个女人跨越时空的那种书信，里面充满了对对方的关爱。你我虽已鬓染白发，相爱相惜未减半分。看那个时代的人写的信啊，就是比我们现在发短信写的好。在这部电影，我有两个最大的感受，一个就是感叹我们中国人的了不起，为家人能够奋斗如此，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我感动的是情义无价。妻子热爱丈夫，操持家务，丈夫为了一个家远渡重洋支持妻子，这两个人就是一生都是活在了这样的责任当中和彼此的思念当中，而另外一个人跟他们毫无血缘关系，却到最后靠他一个人的肩膀担起了两个家庭。我觉得就这种大情大爱，我真的觉得是情义无价。另外还有就是潮汕话，它念出了中文的美，一封一封的情书里面，你会觉得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懂中文是多么的骄傲。然后看完那个电影以后，感觉哎呀，就是有一种升华了的那种意味，所以我觉得哭泣很值得，然后有一种被净化了的感受。所以我跟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们都安利了，如果说有机会跟家人一起，或者跟我们相爱的人一起去感受情义无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酷。谢谢黄老师安利，谢谢，已经动心了，不能等了。对，多带点餐巾纸。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也要发表一点我的看法。这部电影找了100多个人，跟你借3万5万，跟他借7万8万，就这么凑起来的一个片酬，没有资本，没有著名导演，没有流量明星。这个电影和里边的那些所有的主创人员，他们是什么？他们凭着的是什么来完成它的？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并非流量加资本便可以席卷一切。我们还给一些愿意真实表达的人和那些艺术是有空间的。我就愿意为这个空间，我星期一去买票看。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一下中国电影。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台上的3位老师、24位女同学，以及在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达，今年23岁，来自华东科技大学，目前在武汉读研一。本嘉宾由艾理之推荐。你带的这些是？今天我来到《非诚勿扰》的现场，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大家知道，马上到6一儿童节了。对于小学生来说，儿童节可能有点幼稚，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夯爆了。所以说，我想先给24位女同学。快去！好嘞。我正好没吃饭，好可爱啊！来一吃花。
很开心送东西，女生长什么样你也看清楚了吧？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来，我们来选心动女生。哎，孟老师，我刚刚在送的时候已经有心动的女生了，我现在，而且我为心动的女生准备了一份纯手工制作的礼物，也希望送给我心动的女生。直接过去。哈哈。他很帅哎，很帅。哎呀我天，190，我这是跑步导致的。这个太紧张了，这冻成这样，这要命的女生，女生的1倍。我要跳到190就要挂了。小林，1号男生推荐谁？梁达的直吹女生是4号女生武明熙，就读于华中农业大学，女生心思浪漫开朗主动，向往偶像剧式恋爱，喜欢开朗阳光型男生，男生真诚爱笑，两人都在樱花烂漫的武汉读书。软萌甜妹遇上清爽少年，直线开启属于两人的浪漫情节。谈过姐弟恋吗？我上一段就是。哎，可以再谈一次。对于武明鑫同学，我其实之前也注意到过他啊。因为看《非诚勿扰》切片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位女同学武同学，我就想，哎，武明鑫名字好奇特呀。然后我就点到，就是找到她的社交媒体的主页，我看了看，而且她还是武汉的，而且有一个外号叫小土豆。是的，所以说对她的印象很深刻。谢谢。武明鑫，你不回应一下你的，人家关注你了。我，那你怎么没选我当心动女神呢？你看，言多必失吧？你都看了，都注意到人家了，你不选人家，你哎，流泪了，感动了。哎，陈明，要不然你介绍一下这个学校？都是武汉的。华科学霸，理工科非常强。兄弟院校。哎，有哪几个是武汉的呀？13号，你是？武汉纺织大学。哦，哎，还可以啊。吴纺也非常棒，中国在月球上飘动的那面红旗就是吴纺研制的。哦。院士当纲领衔。哦。很厉害，因为在那个温度下不能褪色，红和黄还有尺寸和比例一点都不能变，所以这个对材料有很高的要求。吴纺研制的。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在华科？我是物理学。物理学啊。对。华科的地球物理也非常棒。是的。我是做冰川遥感方向的。研究冰川。我就问一下，你们武大和他们学校哪个学校的男生在女孩当中更受欢迎一些？武大的男生很多偏文艺范儿，就是吹拉弹唱啊这些业余。华科的男生就是硬核理工。硬核。来过武大的了是吧？来过历史系，牵走了心动女生。前面这个武大的哥们儿牵手了，你们那个学校也不能输，知道吧？必须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好，来我们看男嘉宾的高光碎片。这个，在我毕业的时候，当时我觉得毕业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就想着做一些比较不同凡响的事情，就比如自驾3000公里的青甘大环线。这一路上就是从兰州出发，绕一整圈，然后再回到兰州。我们一共花费了11天时间，中间经历了很多，看了很多风景。有没有照片？有照片的，我看一下。就比如在有一个山坡上看到2个牛，一个牛在这儿，另一个牛在它上面。我当时拍照的时候离它们很近，它们就窝在草里面，然后一动不动。当时我就觉得很神奇。2只牛窝在那儿看着你，有什么神奇的呢？就是要是2只老虎窝在那儿看着你一动不动，那就很神奇。一山不容二虎，应该。除非1公1母。对。
哇，这样写好帅。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茶卡盐湖，当时这整个地面都是盐。然后我就是站到一个船上，这样我想着，哇，我们看过海，看过雪，就是没看过盐湖。然后这个就是在张掖拍摄的星空，就是我们肉眼不管是在城市里面还是在村里面，然后基本上就看不到那样的满天繁星。然后当时再加上张掖那边光污染不严重，然后手机再加上一个长曝光，当时一拍就能拍出来一个满天的繁星，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惊撼。哎，那个黑毒山很好哎，我知道。对，黑毒山，当时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就给人一种孤寂感。黑毒山特别像那种武侠小说的背景，很仙侠的感觉。我觉得黑毒山适合拍，外星生物登陆的时候用。而且这个名字也够毒辣的哈，黑毒山。这条路有女生去过吗？2号。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研一学生，我叫石小轩，今年24岁，然后家是山东淄博的。我是在我们考察的时候，我是美术专业嘛，考察的时候去到那个青海这个环线，也去了茶卡盐湖，当时也被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所吸引，觉得特别舒服，围着那个茶卡盐湖那里去转悠一圈，特别适合打卡拍照也。我想问这个史同学一个问题。当时你们有没有去那个敦煌那边？也去了，敦煌莫高窟，还有鸣沙山都去过。鸣沙山这个其实算是我一个遗憾，因为当时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有沙尘暴，然后第2天就下雨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给搁置了。你能给我分享一些在那边的有趣的经历？很会聊天的，对，很会聊天。你分享一下给他。那个鸣沙山那个地方沙是特别细、特别软的，不像咱们这边的沙子就是比较有颗粒感，那边就是和面粉一样，踩上去那个质感。然后那边还有一些骆驼，可以骑骆驼，也是挺舒服的。中国唯一一个景区在沙漠里给骆驼装红绿灯，就那个地方。骆驼多到网友的文案是这么说的。你到国庆长假，你去看鸣沙山的骆驼和人，你以为是攻打匈奴的队伍要出发了。好了，来看第1条片子。世间所有的极致，大概藏在冰川的深处。经过亿万时光的凝铸，它依然沉默伫立。这就是独属于冰川的浪漫。我是梁达，现在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地球物理方向的研一学生，主攻青藏高原冰川，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为冰川做3维数字建模，用数据追踪冰川的岁月轨迹。我觉得我们专业浪漫的点就在于用专业参与一场以100年为单位的时间叙事。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有分量。本科读测绘的我，曾获多项专业比赛奖项。保研时，我也提前遇到了现在的同门师兄。每年招生季，我的师哥都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野生的招生简章，疯狂安利想读冰川专业的同学。也是因为他，我提前了解了很多课程、学习和生活上的注意事项。科研之外，我热爱长跑、羽毛球、乒乓球等耐力运动。生活的新乐趣还源自我和好友做自媒体的时光。我们2个都是属于比较理工男的类型，对于拍照和构图基本上都是从0开始学习。从最开始的笨手笨脚，到现在他已经能够精准的拿捏我的角度和氛围感。到现在发照片必须要等到他点头有感觉我才能发。都说学在华科，玩在武大。华科是有名的森林式大学，72%的绿化覆盖率格外舒适。36个食堂更是藏着满满的烟火气。忙完学习上的事，我会和朋友们一起去聚餐、唱歌。在武汉的时光，我们永远有放松和热闹的地方。作为我们课题组建组以来第1个单身，今天来到《非诚勿扰》，除了脱单，还带着同门的第2个任务，就是请陈明老师也多多推荐我们地球物理学专业，然后让更多的人一起探索冰川的奥秘。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梁达师弟这次能够成功脱单，梁达师弟加油！哇哦！
我印象当中，女嘉宾当中研究的专业和她有那么一丢丢接近的是中南大学那个席子琪，研究月球陨石的。对对对，报了3次登成功了。是的。是的，说回去之后室友会给他200块钱是吧？问一下，他收到200块了没有啊？你们是需要陈明老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专业吗？对，因为当时在飞城的有一期，陈明老师推荐了这个中南大学的液晶工程，然后当时在网上这个反响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也想为我们课题组锦上添花一下，刚好也是到了这个招生季，招生宣传季都有 KPI 这招生宣传季，也就是想请陈明老师给我们这个专业也做一些宣传。是，别人老说武大华科相爱相杀，没有的事儿。纯爱 CP 哦，真的吗？感情非常好。华科的优势就是理科和工科，尤其是工科，像他在的这个地球物理，这个跟我们武大其实有很多的互动，因为武大的测绘非常好。然后他们这个地球物理对冰川呢，对遥感和测绘也有要求，所以有非常多的互动。再比如说华科的新闻，老院长是我们武大新闻的副院长，然后华科前一任的院长，他的博导是我们的院长。师资都在流动，也是我的师哥，所以我们就会有经常会有这种来来回回，所以彼此之间叫血脉相连，水乳交融。我不确定你的导师会不会是武大测绘毕业的？对，是的，我的导师就是武大毕业的。你看我说什么了？地球物理排名，这都是非常棒的学科。然后他们的这个测绘，武大华科也是深度融合，但是他们在实践操作当中有非常大的优势，而且他们招生的质量也很高。其实理工科推荐到华科是不错的选择。陈明这么说，你们满意了吗？非常满意。那我想好奇，就是说你那个冰川专业呢？哎，对，我就你说说你们那个冰川专业吧。这个你比我了解，你要多多介绍一下。冰川专业，我也是在读研的时候首先了解到的。首先了解到冰川，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就是大家平时可能看雪就觉得很浪漫，然后我觉得冰川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我们研究冰川主要是就是通过卫星获取地面的影像，来探究这个冰川它的一个活动情况。我们知道现在的全球日益变暖，然后冰川会一直在融化，冰川融化它会进一步影响我们这个水平面。海平面的上升，全球各个国家要做出相应的预警和防范，就是大概是这么个工作。这个说到冰川呢，它也属于地理范畴的一种地貌。冰川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以我们这种普通游客能够去到最容易抵达的冰川，在四川甘孜州有一个地方叫海螺沟，听过吗？哎，容易去。你从成都开个车，大概3小时就能看到海螺沟。还有一个在甘肃，它这个照片祁连山下面，就是你说的敦煌。你要坐飞机坐到敦煌下来，继续向北开车，大约1个半小时到一个县叫肃北县。肃北县那个地方有一个透明孟轲冰川，那也是我们可以接触到比较安全的一个冰川。我说的没有错吧？对，没错。哎，这个地方。9号。我非常好奇的是，比如说像地理地质专业，他们可能就会去爬山徒步，亲身去感受这些纹理。那我想问，就是冰川专业的话，你真的会去冰川，看一下，或者说攀爬一下之类的吗？陈同学，我们这个是一定会的。但是不是说一直要去野外测量，因为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我们用卫星啊、无人机啊都可以完成工作。然后去的话，就是我们亲身的感受一下，然后再加上实地的测量一些数据，这样会更加精准一些，是这样。谢谢谢谢。你们会拿凿子在冰川上凿点东西下来吗？会，就是拿着一个杆儿往这儿一插，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看一下这个点的位置，再一插测一个数据。那这个会不会你今年往那一戳，你后年去看它，它又往下来了，会冰川在流动的。应该会啊，应该会吧？对，是会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测量。哦，它这个流动的速度有多快呢？分冰川而异。你说一个比较快的呢？咱们国家最快的有一个是叫明永冰川。明永，哇哦！明永这个冰川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条的区域它就是冰舌，就是冰川下边的外围的这一侧，因为是跟个舌头形状一样，所以说我们叫冰舌。它运动就是从冰川的上部分，把这个冰输送到下部分，所以说它会往前走。哦。好了，冰川就聊到这儿。你那些同门，我觉得挺有意思。你是你们同门里边唯一单身的。对，是的，是我们建组以来第一个单身的。然后我老师就每天就在问我有没有找到对象啊。
那看样子他们这个同门，他们这个组里边的情感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哎呀，对对对，是的。张穗。刚刚看到你的 VCR 嘛，虽然说你们课题组人挺少的，但是既然脱单率这么高的话，能不能把我招进去当你们师妹啊？哦，师哥，非常可以，非常欢迎。哎呦，你看把他乐的。你现在是学什么专业的？对，你什么专业啊？你就经济学。经济学，这个好像跨度是不是稍微大了一丢丢？如果足够的感兴趣，就是可以把经济学和这一块多元融合一下。我倒听你聊一聊经济学跟冰川怎么结合起来，展现你实力的时候到了。我觉得，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人工对冰川融化保护的一个预算的，冰川保护项目的经济学模型。对，是这样的，可以新思路，一听像那么回事儿啊。哎，这个目前是研究生3年级啊，张穗。对对的，你可想去那儿考博士啊？读博，去当这个冰川经济学的创始人。可以。有志气。有可能，他的这个经济学专业的细分叫资源与环境经济。那非常对口呀！我们这个大类是资源与环境，你看看，你们简直是一个专业的。是的，是。哎，你这么一回去之后，带回去一个女朋友，然后跟他们那个带来个博士，带回一个专业，多好啊！你搞环境，他搞资源与经济，就结合起来了。这个我发现今天台上有一些新来的女生，可能专业我们还不是太熟悉。23号，您是什么专业啊？老师好，我叫陆雨花，今年24岁，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专业是农艺与种业。然后我们课题组主要是研究月季的，主要涵盖了一些月季新品种种质资源的收集与保存，还有新品种的引进与筛选。他们学校对我来说，跟我生活的关系是，他们学校开了个连锁店，叫南农烧鸡。还有好多连锁店，哎，你们的烧鸡很好吃，月季花，这边有土豆、马铃薯，也是农业大学。哎，但我在想，这个冰川的融化和对土豆的收成和月季花，太拼了，黄老师有点太拼。哎，你也不要硬往上凑啊，太拼了。我来问一下，心动女生22号，你是什么专业？我是学电商的。冰川直播嘛，哎，在直播就卖线路、旅游线路嘛，对吧？对，挺好，挺好，挺好。哎，你那个片子里边说你还挺会拍照片的，是吧？对，是的。现在对女生来说，男朋友拍照的水平这是一个刚需，特别重要的一点。你觉得你拍的还不错是吧？对，我也很愿意跟现场的女同学一起尝试一下。哎呦，你挑一个。有心动女生，有推荐的女生，有一个要研究冰川经济学的女生，研究的女生，你挑一个。我坚定的选择22号。哇哦！3个道具，一只苹果，一个耳机，一条领带，就是你们要用这个道具，每一个道具用一次3连拍。可以。哦。你们玩吧。哦，大平拍。哇，好严厉。哇，好甜啊，他俩。哎，男生很上镜哎。哇。好看，好看。又上了。看不看？亲一口。要对视，我天。好大呀！哇！把它绑定。好萌，太可爱了，感觉。你们是把它框死。好。不仅会聊天，也会拍照，这个情商可以啊！以后出去旅游就有福了。起码不会凶我，也会推销自己的。好，看下一条。
有时候缘分就会在不期而遇时掉落在你的面前。一场加错微信的乌龙，让我遇见了意料之外的缘分。本来想加同门师姐，却看错2位手机号加到了她。我们驴唇不对马嘴的聊了半天，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场乌龙。但因为聊天投机，让我们的生活中多了很多不确定的惊喜。我们最后谁也没有提出互相删除。后来我们保持着朋友圈的互动，也慢慢被对方吸引，好感在对话框里悄然发芽。提出见面之前，我非常的紧张。我们先是在网上产生喜欢，然后再决定去见真实的人。我不知道见面之后喜欢会变多，还是会直接消失。他也很勇敢，答应了我的见面邀请。见面之前，我捯饬了一下自己，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直到他朝我走来的那一刻，我确定这是我的一见钟情。这场双向的奔赴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在一起的2年，我们会跨越城市去见对方，把异地恋过成了看得见的陪伴。转折出现在我大3，他比我大2届。我大3时，他已经开始工作，而我忙着保研，被课程考试填满。我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一切尘埃落定，我要去读3年研究生。我们的人生轨迹彻底错位，我们也不想在不平等的关系中互相消耗，最终选择了和平分手。现在的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我期待的女孩有独立的想法和人格，相处时也愿意依赖我。我们可以一起打卡不同的美景，见证彼此每一个快乐的瞬间。他们是加错微信认识的是吧？对，这不是学测会，怎么能看错2个号码呢？哎，这有点像偶像片里边。对，这编剧也不敢这么编。小说里边有这样的情节，所以说真的是很相信缘分。机遇。你好，男嘉宾，就是对于网恋这个事情，你觉得你跟对方聊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就是决定我们见面？我们是先确定了关系，然后因为中间特殊时期嘛，我们没法见面，但是双方对彼此的思念已经达到了巅峰，然后我们真的是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就立马见面了。越是见不着，越想见。10号，男生你好，想知道你找女朋友的话，你是更看重外貌条件还是她的性格条件？我是始终坚信一句话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喜欢一个人的内在性格，外貌只是一个加分条件。但是我刚刚听你说，因为你们不是网恋奔现嘛，然后你说你不确定这个喜欢是会增加还是减少，你觉得你担心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毕竟是在网上我们聊的，就是可以说火热程度在120，这个期待值太高，我就怕这个达不到这个期待值，然后内心就会比较有点惶恐，是这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见了面之后发现一见钟情，真的是120变成150了。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会就是很在意就是女生有仪式感吗？因为你是网恋选手嘛，然后还是在网上确定的关系，但是有很多女生她会想要一个很正式的表白啊之类的，那你会觉得就是没必要，或是觉得很繁琐、很麻烦之类的吗？这个我不会介意的，因为 ENFJ 大家可能了解的话，可能就知道 ENFJ 也是很喜欢情绪价值的，自己也喜欢情绪价值，也很喜欢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如果另一半他喜欢这种仪式感，这仪式感一定能给他带来很好的情绪价值，所以说我就不会嫌这些麻烦。好，谢谢。说他是网恋选手，您是什么选手？我是凭感觉选手。21号。你好，男同学，我想问一下，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注重性格的人，你是更倾向于，跟你性格相似的，还是性格相反的女生呢？介于这2个中间吧。跟我太相似，我会觉得就是有时候总是会有针锋相对，就是大家的脾气可能都有点倔，但是性格互补的话，这可能在平时沟通中会有很多很好的点儿。好，谢谢。哇，
天哪！最后一个问题，22号。因为我刚刚看到 VCR 中你说你跟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对彼此未来的规划不同，然后就是我想说，因为你现在在读研究生嘛，然后我现在也大3了，但是我之后并没有继续读书的打算，然后我就是想直接就业嘛，然后会不会就是？这一点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读研之后就相当于进入一半的工作状态了，然后也是该考虑就业，所以说跟我上一段感情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我们看看22号有没有留灯。哎呀，就是他这个22号的这个问题，我一听就基本上就知道不会留灯了。是，好可惜啊。是啊，这小伙子又帅又会表达的那种。现在就是孟老师还想争取一下，就是想对22号说一下。因为，从最开始发礼物的时候，我就是在你的旁边感受到了很不一样的磁场，然后觉得你这个性格是很温柔的，然后在中间跟你聊天的过程中，包括拍照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未来的规划，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现在和以前并不一样，心态已经转变成要生活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谈着恋爱玩的一个状态，请你再认真考虑一下。哎，我没想到他最后这么样的想要再争取一下啊，还真的很坚定啊！你愿意再考虑一下吗？22号。坚定啊！我觉得，谢谢你。哎呀，太可惜了，好遗憾。就那个问题一下子灭了20多盏灯。他就说嘛，你是要找一个相似的人，还是相反的人？在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状态，所以到最后一问的时候，留灯不留灯的时候，要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你是一个含糊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不清晰，别人就不太好选择。嗯，而且你前面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选择的时候，这显然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哎，可灭可不灭的时候想，哦，你对其中一个女孩是非常坚定的选择，那罢了。这个结果也是被想到，像他这个条件，我觉得 OK 的。好，再见。明白，好，再见。遗憾呐。对，我最后还坚持心动女生，是因为首先我看到她发礼物的时候，我就是很有眼缘。在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相互磨合，这个过程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觉得她的性格很好，很温柔。虽然我没有牵手成功，但是我还是不后悔我自己的选择。大家好，我是梁达，今年23岁，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物理专业。我喜欢的女生是比较温柔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有感兴趣的，大家可以联系我。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台下的各位观众以及台上的24位女同学，还有3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孟祥正，今年24岁，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本嘉宾由父母牵线推荐。来，我们先选心动女生。直接上去给心动女生戴手环。
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梦想镇的自吹女生是2号女生石小轩，25岁，山东淄博人，目前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女生心思细腻、自律温柔，一个学校，热爱生活，也懂浪漫，向往真诚自在的安稳恋爱。男生自带东北幽默气质，性格松弛不焦虑，两人都热爱艺术画作，可以携手在画展天马行空。这是滴滴青青的同学了。真是你们在学校认识吗？看不认识。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你们是1级的还是？我是研1的。我是比她小1届，她是我学姐，应该。节目录完了可以一起回去，他们一起买票回去，在路上还可以一起去写生。他去那个青甘大环线写生过，那次你没去吗？我也去了。啊？我没有碰到吗？没有啊，我们不是一个年级的。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高光碎片。哟，唱歌好，手拿把掐儿，东北人啊。胜券在握，这个是我和我那个朋友我们在 KTV 的时候，然后我们会玩一些接歌游戏呀、四字游戏呀。如果输了的人呢，会做俯卧撑，因为都是男生。现在年轻人去 KTV 唱歌和做游戏，哪个为重呢？还是各占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来，有愿意唱歌的吗？就是唱得好的。张穗，你出来。我们安排了一个游戏，2个人唱，它会出现有需要念词儿的部分，就是会有给你出现歌词，然后可能有2种不同的颜色，就是唱着唱着突然间要朗诵一段或者念出来，然后再唱。张穗先来。跳楼机。跳楼机。跳楼机。我选自由飞翔。好，你先来。在那人潮人海中，你也在沉默。他在干嘛？和我一起漂泊到天涯的交错，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走，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他在不同的 key 当中切换，但是一直没有切换到原 key 上，就一直在找。他刚才说他唱歌什么？手拿把掐。手拿把掐，胜券在握。我觉得他还不如说的。现在到女生了。我唱歌也跑调。不可能超过他的。女孩张穗，来。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升空又急速落地。你带给我一场疯狂，劫后余生好难呼吸，好难呼吸。天气难得放晴，你说的话却把我困在雨季。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有些摩擦没处理，怎么你闭口不语？是不是我正好说中你的心？就承认还是在意吧，就偏偏我也可以。我已经分不清哪一段在唱，哪一段在念。哇！你感觉怎么样？绝配呀！我也感觉绝配呀！他们俩真的天造地设。我告诉你，这女孩唱的时候，
我脑子还沉浸在前面那哥们儿的，我没回过来。你看话说早了吧？你说绝对不能超越，你看不一定。他们俩很 match。好，谢谢你，张穗，谢谢。他俩给我们带来一场疯狂，劫后余生，好难呼吸。这个歌词，我们节目这一期收视率就靠他们俩了。我刚才已经发现他们的那个唱的部分的跑调已经蔓延到朗诵部分，以至于我觉得他们读的汉语都有点跑调。张穗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平常会唱歌吧？不会，不会是吧？关键是这哥们儿，他在他的朋友当中，这个口碑是哪儿来的？有没有可能老师就是我的朋友跟我唱功差不多？完全有可能。对呀。好，来看第一条片子。如果青春有笔触，那我的笔下是秋天。我叫孟祥正，24岁，哈尔滨师范大学油画专业大四在读。初秋、盛秋、暮秋，我的毕业作品《蚯蚓3章》，装着我走过的路和我想成为的样子。初秋是凉风吹过的松弛，是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时自在随心的状态。和爸妈视频聊天，线上斗地主，不管我分享什么，他们从来不扫兴。给姐姐拍照，哪怕重拍100张，也陪她拍到满意。和朋友一起发明接歌游戏，输赢都尽兴，遇事从容，不急不躁。祝我带着这份松弛，永远热气腾腾。盛秋是色彩沉淀的厚重，我偏爱冷峻的抄写实风格，也敬佩他的专注。我是半路学画的，我以前是体育生，但是他们觉得我这个身材跟油画不搭边儿。但是画画呢，能让我静下心来，沉得住心，然后让我有了双面的反差。画内是性格的打磨，画外是走过的万里路。西安、青海湖、敦煌都成了我画布上的底色。祝我带着这份厚重，静能沉淀，动能发光。暮秋是树叶褪色的通透，学历焦虑、工作内卷是毕业季绕不开的话题。但我更想在空调室静坐，在操场上吹风，重走一遍校园小路，这些都是我毕业季必做的事。祝我守着这份通透，自由定义自己的模样。油画对口的工作竞争比较激烈，我不想过度的消耗我自己，反而把画画当做自己的爱好，更加纯粹。但是我也没有完全躺平，我假期的时候会自己做一些兼职，这就是我积累的底气。期待在这里遇到一个与我同频的女生，祝我们都晚一点活成无聊的大人，把四季风景画成我们喜欢的模样。机遇，你好，男嘉宾，我学的是美术学师范专业，然后我的画种是包含各种各样子的，因为作为师范生，就是所有的都要完成。然后我有一些作品，对，是我的油画作品，是今年在南京的江心洲，然后我们现场作画是邀请了10位中外艺术家，然后我作为其中的最小的中方艺术家，然后去现场作画。哦，哇，对，这是工笔花鸟，中间那个深色的是花篮的那个。哦，对，花篮子，就这个，对，它的名字叫花篮，是春天的花篮。花篮的提手，对。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徐州美术家协会艺术家会员，还有邳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哇哦！就是感觉同画画的人就很同频。我同时也是很爱运动的，所以我很懂你，就是那种。既在画室当中可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也可以出去锻炼自己，然后放飞自我的那感觉。谢谢。好的，刚才歌 PK 过了，现在 PK 画。2号的画有没有？也有。哇！这个画的是福建的那个土楼。对，左边那个是我们在四川写生的时候画的四渡赤水那边的红色房子，然后右边是画的那个土楼那边的风景。哎呀！我现在是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也是黑龙江省民协的会员。哎呦，我们台上已经有2个城市的美术家，2个青年艺术家。哇哦！研究生1年级水平真的很好。师姐怎么样？师姐还是师姐啊？好厉害呀！
2个女生看完了，到看你的了。啊，这你的啊？哎，可以。这个是圣球、风球、木球，3个不同的风格。那个风是哪个字？3个横一个竖。丰收的丰。对，丰收的丰。哦，风球。它的语言也很有特点。很有特点。我也挺喜欢这个油画和国画的，就是我觉得你们的风格我也想学一下，就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因为我觉得你们画的我挺喜欢的。那黄澜，你说你点评一下这几幅画，这个是学美术专业的博士在读。黄老师画得好，然后美术史也好。我是美术史，但我画画也就是业余水平，但是我个人可能会蛮喜欢那个国画的。我能感受到他的笔墨层次，还有就是可能更偏写实一些，那个作品还是蛮震撼的。左边比较因为有色彩嘛，就可能会大众审美更舒适一些。然后，但我觉得右边它有特色，就是它那个构图，包括那个天空的那种描绘的方法，会让人记忆深刻。黑云压城城欲摧。对，就是会更有个性一些。那个天空第2幅我是放地上给它铺上去的，一层一层铺，然后又加了一些肌理技法染出来的。想学国画的话，你就找你师姐，可以交流交流。你刚才在片子里边说到了冷军，对，是的，因为我觉得超写实风格嘛，就是特别还原那种清晰度。这是冷军老师的作品啊，对，比照片还清楚，照相机都照不到这么清楚啊！我好想把那个字放大一下看一下，但是很经得起放大看，经得起放大。对呀。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看到这照片的时候，都喜欢这样啊，就是看一下那毛孔啊。好像现在的拍卖价是不是得大几千万，接近小1个亿了？是的。相机技术来了以后，很多人就说可能绘画都达不到相机的真实。但是他用超写实告诉我们，其实可以绘画比相机还要传神。这种画一画得以年为单位吧？是的，是的，肯定以年为单位的。而且就是画这种画的话，眼睛会贴得非常近。冷军老师的眼睛度数高达1000度。1000度？是他得贴在画纸上画。对对。老师，我有一个小请求。您说。我今天带了一件卫衣，然后就是我想邀请在座的24位女同学，在这个卫衣上画一些画呀，或者什么涂鸦呀，我想留作纪念。你需不需要先有一些专业人士上来给你搭个架构？这也是我想问的。我想说，有2个专业的，是不是应该放在一开头，还是放在最后？我觉得放到最后吧。对。我也觉得放在最后可能会一下提升一下。对对对。从1号开始过来，排队排队。你看把它美的啊！很好奇那件衣服会变成什么样。考验最后3位的时候到了。好，接下来是黑龙江艺术家和江苏艺术家的对一南一北艺术家对共创时刻。我看这幅画最后就指着他们俩了。这是创造性时刻到了。机遇开始泼墨了。他在往上弹。能看出来是2个不同的流派哈。画完了。好。来，我们看看这幅画，展示一下24位女艺术家合作联袂完成的一幅，你来评价一下，我们也不懂。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啊，因为时间紧促，咱们肯定就是作品不会就是特别有效果，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好，颜色挺多的，颜色挺多的，整体画的位置都非常的好，画的位置没有集中在一个位置。他也是没有词儿硬说了。
我看到那个机遇是在上面点一些点，希望把这个整个图案有机的组合起来，然后找到一种统一的风格，要不然各自散落在这个4处嘛，它加一些点以后就形成了某一种集中的风格。我以为他撒在上面，把前面所有的画的都毁掉了。对。然后那个小轩哈，施小轩他是补空啊，有些地方因为大家各自画的嘛，然后有些地方空出来了，他就补了一颗黄色的心，然后在那个白云上面补了一个红色的心，也很有我们的主题所以我就觉得整体来说很和谐。好，可以说下去了。对，男嘉宾你会穿吗？这个衣服？可以啊，等干了之后我会穿的。这个是满足了他一个心愿。然后刚才讲到那个毕业旅行，小林给我们推荐一下，在毕业前有没有什么事儿是如果不敢在毕业前做，会觉得此生后悔的事儿有没有？好的，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毕业季不做就会后悔的事了。一定要拍，不停拍。合照。然后翻出大一时的照片拍对比照，这个特别好。一定要勇敢一次，毕业了啥都不怕。暧昧的、暗恋很久的人还能再见吗？不管怎么样，也要找他们表达一下心意。哎，我听说我们节目组靳导是不是他的那个恋情就是从毕业的前一天开始的？是的吗？谁啊？真的，就坐在下面戴着耳机这一位。她跟她现在的老公不知道是谁跟谁表白的啊。双向奔赴，要毕业了，就是毕业的最后一天，再不表白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在一起到现在结婚有孩子了，哇，挺好的。好，看完刚才小林的推荐之后，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21号，毕业前我特别想和朋友一起去自驾，因为我觉得开车的过程中有一种自己变成真正的大人的感觉。来12号。大家好，我叫陈怡维，来自中国香港，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1年级电视学院 AI 交互媒体专业，然后也曾获得第36届亚洲小姐冠军。然后我看了这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想问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毕业之前去学一个自己想学很久的技能？因为我确实也学到了一个这样的技能，因为我很喜欢游泳，所以有一天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学一下自由潜水？然后学会了这个技能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同班同学在毕业之后去到了毛里求斯去追抹香鲸。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学这个技能在毕业之前会非常值得，也很幸福。13号。我觉得会后悔的事就是不来参加《非诚勿扰》大学生青春季，一定会后悔的。哎，你看我找了这么多圈，就等最后这一句话了。好啊，好，看下一个。青春里总有一段差一点就圆满的浪漫。她是我集训时遇到的女生，每天一起画画。一起上课，一起为未来努力。封闭式训练里的朝夕相伴，让本就性格合拍的我们渐渐走近。慢慢的，从友谊变成了比友谊多一点的东西。成绩出来那天，他顺利考上了理想专业，而我却只差了1分。他奔赴理想院校，我选择复读。从此人生节奏悄悄错开。我们没有争吵，只是慢慢走散，体面告别。我当时跟他的综合分一模一样，小数点都不差，但是我的高考就差1分，我的压力很大，不光消耗我的时间和精力，还要面临第2年能不能考上这个问题。1年后，我如愿考上这所大学，学校里偶遇过2次，都只是尴尬又客气了，打了个招呼。对我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翻篇。后来我也谈过1次短暂的恋爱，因为彼此相互磨合的问题，最后导致分开。经过这段恋爱，我最大的成长是2个人在一起是相互解决问题，而不是彼此消耗对方。现在的我更看重彼此是否愿意互相迁就，希望能遇到一个3观契合、活泼开朗的你，一起把普通的日子过得合拍又长久。14号。刚才我看 VCR 里
说你希望能够互相迁就，那你希望对方能够迁就你什么呢？比如他喜欢吃辣啊，我不喜欢吃辣，但是我愿意陪他去吃辣。那迁就你什么呢？一般我还是更比较喜欢迁就女生嘛，我包容度高。16号。你好，男同学，您刚才也有说到，会迁就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如果你迁就时间长了，你会不会有一种很委屈、很累的情绪？然后，如果你出现这类情绪，你是怎么样去解决它呢？去抚平你这些情绪呢？问得挺好的。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委屈吧，但是我会把委屈说出来，因为互相理解嘛，我也希望他理解我。好的，谢谢。9号。男生你好，想了解一下你平常日常的口味更偏向于哪一种？因为我刚刚听你说，假如说女朋友喜欢吃辣，你比较不太爱吃辣，就会比较迁就她。但是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日常中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不吃辣椒就很难受。你要迁就湖南女生吃辣，你会死在桌上。不是，当场去世。首先我跟彩石打个比方。我也是一个爱吃辣的人，是这样的。我只有什么时候不吃辣，是因为我在健身期间、减脂的期间，我会戒掉一些高糖高油的东西，所以就是吃的清淡一些。可以。17号。大家好，我叫吴月轩，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四川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就是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刚才您在 VCR 里面有讲到，前一段感情因为磨合不了的问题，最终导致分手。那么请问，你对这个磨合的好还是磨合的不好，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给我们讲到吗？比如一件事吧，就是两个人生气的时候。我在主动找他的时候，然后他冷暴力，他什么不说，因为我觉得感情有出现问题是相互解决的，不是把问题抛给对方解决对方。所以就是可能您不是很能接受那种逃避问题、逃避矛盾的女生。对，是的。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咦？2号。我想问一下男同学，你现在是大4，然后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我未来规划是我想考公务员儿啊，我现在可能在备跑。有请7号、10号。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基于期待这样的你，勇气合伙人这样的我，我选择勇气合伙人。2，自己比较恐高，却偏偏有一颗想上天的心。每次看到跳伞、蹦极都满眼心动，可腿却诚实的发软。急需一位胆大心细的搭档，在腿抖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在怂的时候推自己前行，一起完成那些又怕又想试的疯狂。王诗怡翻开第51页，行走的能量补给包，细节收藏家。我选择细节收藏家。记得住朋友随口提的喜好，会在平凡日常里收集心动的瞬间。相信爱不是宏大承诺，而是无数被认真对待的细枝末节。最后一问，问2个女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2个人在恋爱过程中最期待的小惊喜、小浪漫是什么？如果我们俩不在一个地方，我希望你可以寄你们的特产给我吃，就是随时随到可以想到我，就吃到什么好吃的跟我分享，然后就这样子。你会吃到哈尔滨红肠。我觉得比较打动我的是，比如说我随口说，可能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想吃一个小甜品，或者想喝一个小奶茶，然后你就给我点了，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漫。现在来看心动女生有没有留灯。哎呀，好了，湖南艺术家退出了。
如果坚持选湖南艺术家，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也可以牵手江苏艺术家，你的决定是？我直接。你去。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我给男生留灯是因为我们俩是相同的专业，而且我上去画画的时候，他很温柔的在旁边帮助我，而且他的身上很香香的，就我就对这种很温柔、很细致的男生很感兴趣。我跑着牵手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我也是。其实有被坚定选择的感觉，因为我已经上台了4次，然后每次都是上台然后再下台。如果有一个男生坚定的跑向我，我会非常的心动。这个衣服你带回去会穿吗？我肯定会穿啊，因为有你的手笔啊。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哎呀，你看吧，你这哥们给乐的，我话都没说完就奔我去，像条小狗一样的就跑过去了。哇，心跳！他们干嘛了？怎么突然飙了？他们在下面干什么？这你说他们俩没有偷偷亲一下，我是不信的。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李博洋，来自河南安阳，就读于南京工业大学，今年22岁。本嘉宾由艾理之推荐。河南安阳人。对。在河南最东北角的一个城市。最北。曹操就埋在那儿。哦。然后那个地方有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一个在安阳，殷墟。哦，出土的文字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可以推荐大家去接受一下红色教育，有一个地方叫红旗渠。哦，看一下那个年代我们的先辈们是如何改变命运，靠着双手双肩凿出了一条天河。我去看那个红旗渠的时候，现场讲解都把我听哭了。你去看过吧？去过，因为红旗渠在我们那儿比较著名嘛，是一个有红色教育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那边的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会去那边游学。就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太行山，对吧？来选心动女生。小林，3号男生，你推荐谁？李博洋的支吹女生是22号女生江梦玲，山东烟台人，目前就读于山东工商学院。女生慢热清纯，带点小反差，向往情绪稳定、专一有担当的靠谱爱情。男生真诚善良，爱运动，爱音乐，自带生命力。两人都向往踏实走心的陪伴，懂得互相迁就、尊重，相处舒适又舒心。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初体验。我们来看男生的高光碎片。我的高光碎片是用自己挣的第一笔钱带姥姥去旅游。当时情况是这样，应该是大2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姥姥跟我说，我想去舟山。当时可能妈妈跟舅舅都比较忙，
然后也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但是呢，我知道，姥姥她是一个很少会主动提出来自己愿望或者要求的人，所以当她说了这个事儿，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很想去的。然后后来这个事儿一直也耽搁到去年8月份，直到我在广东实习的时候，她直接给我一个视频电话打过来，她说：“博洋啊，咱啥时候去舟山了？”然后我就想，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做成。正好我实习攒了一点钱嘛，然后我就做规划、买机票，带了我姥姥去舟山玩了3天。哎，我想问一下，老太太为什么就想去舟山呢？她这个执念是打哪儿来的？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高考之前，她许愿嘛，想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普陀山。对，她想去普陀山跟我还愿。哎呀，真好。那还是为了孩子。对，姥姥是为了他，他是为了姥姥。其实老人他是一般不会主动向儿女提出来自己的要求的，因为他可能怕麻烦子女。但是我作为一个小辈，我有能力、有时间去陪他完成他的心愿，其实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反而不会觉得让我觉得是有负担。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姥姥可以看到这期节目，可以继续发扬这个优秀的传统。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老人的一个愿望说出来，他就记在心里边，而且一直记在心里边，而且最后把它实现了。好，我们来看片子。我叫李博洋，就读于南京工业大学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我们学校有个响亮的别称——南京爬山大学。没错，学校依山而建，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我们的后花园。每日上下课就是一场强制性的有氧运动。微信步数破2万，那只是基础操作。我们学校不仅有自己的梧桐大道，还有自己的音乐台。更绝的是，不用去动物园就能偶遇拖家带口的野猪和孔雀。校园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标语，不是小心车辆，而是小心动物。在这个男女比例常年在7与3的森林里，我还精准踩中专业，选了一个难上加难的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找不到女朋友，问题不大，一个班里能凑出2个篮球队。我特别喜欢打篮球，而且还考了国家1级篮球裁判证。我很享受在场上用哨声掌控比赛节奏的视角。私下里，我绝对是个闲不住的热血大男孩。我热爱一切能让我沸腾的事情。同时，我还是个音乐迷 ，Live House 就是我的能量充电桩。现场演出的魅力能让我放松心情。我还很喜欢校园里的夜生活，操场上有晚风，耳机里有歌声，有假装散步但是期待着偶遇的少年和姑娘，简单又治愈。我的家乡是甲骨文之乡，河南安阳。一个好的原生家庭是我从出生时就拥有的礼物。爸爸是那种典型的中式父亲，开明，但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妈妈呢，则温柔细腻，是我们家的情感传声筒。父母希望我毕业后离家近一点，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会开始想去别的城市试试。随着离家越来越远，我愈发明白爱要及时说出口的道理。现在我会主动向他们表达关心和想念。我也希望能把这份习得的温暖毫无保留地带给我未来的另一半。这就是我，一个爱生活还会主动说爱的男孩。你想认识我吗？你是姥姥带大的吗？不是，但是就是都在一起，住得很近，然后跟姥姥也比较亲。家庭氛围特别好的那种。对，就是我家里人从小对我没什么约束，然后对我的各种爱好呀也比较支持，然后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就是从小是在爱里长大的。比方说我姥姥，她就会时不时随时给我拽一个视频电话过来，然后像我爷爷，他就会给我转发很多那种公众号的文章，比如说刚上大学辅导员不会告诉你的10件事，然后应该看来大家都比较感同身受啊。然后找工作的时候，避雷这几样公司，然后要毕业的时候，毕业辅导员不会告诉你的5件事。其实我一条也没有看过。
哎，这男嘉宾蛮好的，好多人就会觉得又突然打电话或者转公号很烦，但他却把它理解成一种爱的语言，很温暖，嗯。像我妈妈，她心思比较细腻嘛。之前我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她跟我说，买了点东西给我寄到学校。最后在我生日当天准时收到了她亲手做的雪花酥，然后还有写了一张贺卡，就是一种糖。哎呦，那不容易啊，那个做出来，现在做一大块，然后给你切好，然后给你封装。对，哇。哎呦，爷爷是直接给红包的哦。啊，博洋买个蛋糕，呵呵，嗯。哎呦，真好哎。妈妈字儿也写得好看啊！最近学习很辛苦吧？给你做了雪花酥，希望给你枯燥的生活带来一丝甜蜜和快乐。我天哪！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别称什么的？我们学校网上都戏称为南京爬山大学。为什么？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挨着老山涧嘛，就是南京那个国家森林公园，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上坡下坡很多，各个教室的高低差也差别很大，每次去上课都要走很远的路，就是像在山里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那个学校爬山的视频。在南工大上学，下课15分钟转战另一个教室有多困难？背诵一开，话不多说，直接开冲。我们今天要去上学啦，乖乖的听老师话，努力的好好学习，别忘记加倍努力。上学不要再玩啦，安静下来努力吧，加油努力要上进，好好学习有出息，要听话要最乖，爸妈喜欢小可爱，要听话要最乖，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孩。哇，这野猪也下课了，我感觉。他们学校的空气质量应该很好，哇，就很适合谈恋爱，就是女生太少。对，就是我们学校整体的男女比例可能7比3吧，所以找对象的话相对来说要困难一点，但是也有好处，就是像我这种爱运动的话，就会有很多打球的朋友。什么意思啊？有很多。也有好处，兄弟多嘛？对，男生多嘛，这叫好处啊！竞争激烈，好不好？就是好打球，的意思是。现在台上的女生，那个学校里边女生比例特别高的还有哪些？11号，你们学校到什么程度？我感觉比7比3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是师范学院，然后最突出的是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专业。我们学前教育专业是全国前3名，因为是那个徐特立老先生就那个建立的嘛。以前是女子学院，后来改成了就是师范学院，所以就是女生特别多。再加上我是学空乘专业的，那男生真是少了可怜了，真是。想不想到他们学校去？不想。我们学校的美女特别多。去了没人陪我打球。我要打球。15号。大家好，我叫田心，也可以叫我大强，我来自江苏徐州，现在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表演专业，目前是大3。男同学，我看你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然后我也很喜欢打篮球的男生，然后我很喜欢一个 NBA 的球星叫库里，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喜欢的球星？我之前最喜欢的球星是科比，就是从小学打球就喜欢到现在。他的就是精神给我指引，然后也让我希望在篮球的路上一直变强。哦，你之前喜欢科比，那现在呢？不会喜欢库里了吧？现在可以喜欢库里。上豆。20号。刚刚男同学说比较喜欢大学的夜生活，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同学，就是在大学的夜生活主要是什么？我们学校去年开了一个小型的音乐节，因为我们学校大嘛，就很适合情侣散步。篮球场啊、操场这些关灯可能就到9点半了，所以说晚上人会很多，门口也有很多夜市，就会显得很热闹。我个人的夜生活。我就是习惯晚上健健身，然后吃完饭就可能时间充足的话，就会去打会儿游戏，然后就回去了。1号。其实我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因为我睡得很晚，我很想熬夜，然后我基本上晚上就会一个人听网易云，然后听着歌睡觉这样子。我一般听那个孟非老师的。
非诚勿扰睡觉。听我们的切片睡觉。小林同学，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大学里边夜生活的内容？浪漫又有趣的校园夜生活，看得我都想去上大学啦。马上到。那让我们欢迎新生代网络头像。哇！提起裙边，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清华大学，纯吃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不会在学习吧？复旦在上自习，太惨了。学霸。有教育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好想回到校园啊！多好啊！哎，24号，分享一下。大家好，我叫林静怡，然后来自浙江科技大学，现在是大4的服表专业。然后看男生的那个 VCR， 想问一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曲风？比较喜欢现在听的人很多的流行摇滚啊，然后民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唱2句，读2句，再唱2句，再读？要不要挑战一下这个游戏？还是算了吧，刚刚在下边笑的已经停不下来。好，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太残酷了，这个游戏太残酷了。好，看下一条片子。校园爱情的开始总是懵懵懂懂。大1的时候，我刚进学校，认识了一个同校的学姐。到了新的陌生的环境，有个带我熟悉学校、聊聊天的人也挺好的。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就是聊得起来。你觉得你前女友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前女友是个正常人吧。这个正常人在我这里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她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各个方面的条件也都挺好的。几次见面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要么清清楚楚说不喜欢，做朋友。而刚上大学，我很想谈一段恋爱，于是我俩就进一步确定了关系。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寒假，我记得那个寒假特别的漫长。放了2个月，感情就这么淡了。分手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你很好，但是对不起。然后我们就掰了。后来我大3，又谈了一段艺校的恋爱。当时我忙着实习面试，但只要有放假有时间，我都会去陪他。我当时的状态是求职、找实习，长时间奔波，在为未来努力。而他看到的就是你为什么不在？矛盾发生在钟面前。我那时候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回宿舍就想自己待一会儿充充电，但他就会怪我陪他不够。我实在理解不了，当时明明他正在毕业找工作，和我面临相同的处境，但却共情不了我。他认为我给不到他想要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处在这个找工作的关键时期，我还是应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2个人的未来上。但是他却觉得我给不了他想要的陪伴，于是我们便选择了分手。我理解的爱，不光是陪伴，而是2个人也能看见彼此的难处。我喜欢谁，我就会主动打直球。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笑得漂亮，性格温柔，能懂我，共情我，是那种见面的时候能窝在一起聊很久，分开了也能互相鼓鼓劲的恋人。这里有个关键词叫正常人，我很喜欢这个词儿。恐怕但是对正常人的标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就想知道，你说你的前女友是正常人，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是不正常的人呢？我觉得想想好再说。好，我想一下。
我觉得大家对正常人的定义肯定是都不同的，每个人的包容程度也不同。像一般的，像这种会做出一些很奇葩的事情，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会跟别的异性不清不楚，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标准。所以就是这是我定义的不正常的女生。哎，这个回答也好。他说不跟其他人搞暧昧，这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谁灭灯？就是说我是乱七八糟的。10号，10号。男生你好，那你觉得除了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以外，谈恋爱中你最不能接受的点是什么呢？我最接受不了的行为是情绪上头之后，就是只顾着情绪，但是不专注于我们之间的矛盾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觉得女生闹小脾气是很正常的，没有女生谈恋爱会不闹小脾气，但是我们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好好走下去。所以如果说女生过分的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是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哎，同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反过来问一下，男生说了正常人的标准，我来问问女生，你们觉得正常人的标准潜含哪些内容？13号。男同学你好，然后我觉得正常人的标准，首先是三观要正，人品要好，然后其次要尊重女生，会支持她想做的一些事情，不要打压反驳她。7号。大家好，我叫李之路，今年24岁，现在就读于都柏林理工大学，来自于辽宁朝阳。我认为正常人是他做事有底线，可以温暖很多人，但是对我有相应的偏爱。他不可以是太阳能，就是对谁都像阳光一样普洒大地，不可以。然后我认为他性格不可以非常的偏执，一直抓着小事不放。说得特别好。16号。我感觉台上的男同学就符合我对正常人的定义，因为他有2点非常的打动我。他特别的孝顺，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赚了第一笔钱，可能会自己去玩或者啥，但是他想着是带他的姥姥出去旅游。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会打直球。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符合我所想的这种正常人的男生，因为我觉得很有孝心，然后打直球的男生在我心里是非常加分的。谢谢。我对正常人这个词儿特别有兴趣，2位要不要补？我的理解的正常人就是跟大多数人的期待是吻合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儿，或者一个年龄段的男人应该要满足什么条件。知道了，你说的那个正常的常，就是符合规范的一个人。对对对，就是符合社会时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但是我会觉得会有点平淡了一点，我会觉得这个要有点不一样，要跟这个正常预期有点差别，在我心里可能会更褒义词一些，但是它也不至于到贬义词，它可能没有那么积极和正面的一个词儿。就是我们讨论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就是有代际差，他们是00后，像我这种老登，你这种中登，参加讨论的时候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想法。我认为正常人这个正常这个词儿比较接近的叫普通。普通。我觉得吧。就是你的长板不必特别长，但是短板一定不能特别短。我觉得包括什么意思啊？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男生长得特别帅，就是偶像剧里那么帅，他就离普通人太远了。你说我要找个男朋友，一定要找那样的，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不太正常。所以呢，长板不必太长，但是他们刚才说了，短板不能太短。比如说价值观，你不能价值观有问题，还有就是情绪得稳定。就是凡是走极端的那种，不能控制情绪，有一点事大喊大叫，满地打滚，不活了，这种都是属于短板特别短。14号，就是我看到你说你要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那段时间特别忙，所以你就给不了你当时的女朋友想要的陪伴。但是我觉得爱的表达方式不仅仅只有陪伴这一种，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感受不是因为你不陪她觉得不高兴，而是因为她感受不到你的爱了。所以我也想知道你有没有在其他方式去对她进行一些补偿呢？我非常认可女嘉宾的说法。当时是决定了不考研嘛，就是开始找实习。有时候我可能外边还要吹比赛，就是相当于我的一个兼职吧。
然后我要在外边漂一天，可能会很累，很累，就是我需要自己来恢复一下能量。当时呢是跟他出去玩了3天，我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的假期。玩完之后呢，他就觉得我太忙了。我为了表达就是我没有不想陪他这个意思，我买了很多吃的喝的，然后到他学校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意思就是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并不是不想陪你。结果第2天他就还说我不陪他，我就觉得他没有太 get 到我就是对他表达的意思，然后就是觉得他还是觉得我没做好。分手在清明，那个节也确实适合分手。21号，同学你好，我觉得女生在恋爱中普遍都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被偏爱。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很好奇，男性在恋爱当中会在意自己被偏爱这件事情吗？我个人的话，不管在友情还是爱情上，可能都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是怎么对别人的，我就可能会比较希望对方这样来对待我，所以我对待朋友和对待伴侣都是，如果对方在外做了可能一些确实犯错的事情，我对外会坚定的维护他，但是对内我会很理性的帮他分析说，你确实可能有点做错了，这样。谢谢。最后一个问题，3号。大家好，我叫夏静璇，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目前就读于宁波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即将在今年9月入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文物专业，成为一名研究生。我想问男嘉宾，你之前的2段恋爱都是异地恋，那你今后会打算也要谈一段异地恋吗？并且在2段异地恋中，你有总结出什么让异地恋爱情保鲜的秘诀吗？我觉得异地恋肯定没有人想谈异地恋。我对于异地恋的接受程度是，可以接受，但是要看我对对方的喜欢程度。如果我觉得我对他足够喜欢，我就会愿意去跟他克服这个距离上的问题。好的，谢谢。来，我们看一下1号有没有留灯。其实也是因为看了他那个2段感情的 VCR， 然后了解到就是跟女朋友的这个相处状态嘛。然后我在恋爱中，如果我进入一段感情的话，我是会比较恋爱脑，并且对爱情的需求感会比较高的。我会很在意它的结果，就过程也在意，但是可能我会为了结果去经营这段感情，是这样子的。哎呀，刚才打哪儿开始灭灯的呀？异地恋。其实我觉得男生就非常逻辑的想，就是没有人喜欢异地恋，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去想办法解决。但是可能女生想听到的就是说，其实只要人对了，怎么样都能解决。如果我们在异地的时候，我们也能找到一种相处的办法，那见面也会很好。只要是我们相爱，就是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你会很多时候特别在意那个具体的问题。就还是比较男性那种工具型的思维要去解决问题，可能还没有到达某一种阶段，就是说你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够给别人更多的情绪上的呼应，而是还是很落实的去想那个问题的本身。另外，我也在想，这个我们舞台其实大家交流的时间相对来说有限，可能就几十分钟。像这种6边形战士或者你提到的这种正常人模式，它没什么短板，但是又没什么长板的话。在这个舞台相对来说比较吃亏一点，就没有短板这件事在生活中是有优势的，日久生情，日积月累。但是短时间的见面，长板才重要。就你第一时间让大家迅速对你某一个点留下鲜明的印象，并且有强烈的好感，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推动力去推动一个握手的行为。所以就这一点的，我的感觉就有点遗憾。无短板的同时，伸出一个长板让大家记住。小建议啊，谢谢老师。回去问问姥姥下一站打算去哪儿，满足我们一个好奇心。好，再见。
最后2位老师都给了我一些建议，我也有很多收获。我认为自己可能在感情当中过于理性了，在以后的感情当中，我会更加关注女生的感受和情绪。大家好，我叫李博洋，今年22岁，来自南京工业大学应急技术与管理专业。我喜欢知性温柔的女生，如果有对我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感谢港荣真蛋糕特约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好事发生关银鹭花生牛奶指定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或者想来现场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也可以通过父母牵线小程序，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a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